我们刚刚讲到了联合利剑 B 之后呢，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忽然看到习近平出现在福建，而且是哪里？是厦门。这个地点呢叫东山岛哈。如果说呢对于这个国共历史比较有经验啊，或是有研究的人就知道了，这个是当年反攻大陆最后的战役地点。那对于两岸来说，记得吗？前一阵子他们说呢，在这个福建那边来做滚装轮的这一些军演的测试等等，就是在这附近。好了，他去那边，他不是去视察什么跟军有关的，他其实去谈什么？去看，比如说关帝文化产业园区啦，去那一边走走，推动文化旅游深度啊。那他也特别提到了，希望增进对于台湾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然后呢，依托宗亲跟乡亲这一些谈两汉融合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当然啦，就是希望说呢，彼此之间除了要有武之外，文的部分以及情感的部分，希望也能够拉回来一些，弘扬中华文化。然后呢，也希望呢，在彼此之间能够有多一点的共同话题嘛。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国防院呢，最近蛮多民调的啊，李文忠他就讲了，他其实呢，现在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2027有可能习近平会为了他的4度执政而对外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在今天呢，我也看到，就是在金融方面的人呢，也跳出来讲说呢，他们现在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状况不太好啊，希望转移焦点啊，会对台湾出手等等等。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向荣哥，你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可能是大陆的领导班子里面当下最了解台湾。对，他毕竟在福建待过很长的时间，他的太太彭丽媛也来过台湾。过去亲戚虽然我的了解是已经过世了，但他来台湾的时候呢，其实他很喜欢台湾。也，我记得那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他中途脱队去看亲戚啊。那私下跟一些朋友们聊到他的台湾之行的时候，他们是喜欢的。习近平，福建是习近平整个政坛起步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留下许多对习近平这个人的观察的起点。他在担任国家主席之后，虽然他会到各个地方去做调研，可是福建他去的很频繁，这一次应该第4次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显示习近平是有保留，就是说，他合理的说明了为什么这次军演只有1天，因为第2天习近平就到了。10月14号那天军演，早上呢拂晓攻击5点钟就宣布，大家都还在睡，不知道。傍晚呢，大家还没有下班，它结束了，所以很多人都留下一脸错愕。当天许多的媒体的节目下午录的，几乎晚上都要重做，因为讲的都不对。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短1天的时间？因为第2天习近平到了。我们去设想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人在福建，而同时呢东部战区正在大规模的军演，那个强度就很高了。那种感觉是习近平来督军的那种的感觉，意义上面就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善意的解读，就是习近平不想把这种气氛拉得这么高，所以呢，军演呢24小时之内就结束了。第2天，习近平的调研当天也没有任何的发布，他15号、16号呢都在福建，到16号离开的时候呢才发新闻。他去了漳州、泉州、东山岛呢。刚主持人提到了，东山岛是一个很关键的战役，除了决定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反攻的最后的可能性，放掉了东山岛之后呢，回到了金门，就形成了今天的就是说呢，两岸之间的隔绝的形式。东山岛本来是最有企图要反攻的地方，但是在那场的关键的战役里面，它不只是因为当时的胡联的部队。因为折损了快1半，撤回到金门。要知道当时的解放军是2线作战，他同时呢是在打抗美援朝，同时一边呢是在打东山岛的战役。所以呢，东山岛的战役对两岸今天的形势来讲，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呢，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点。就是今天他去看东山岛，我觉得意义啊是应该朝这个角度去理解的。第二个就是说，他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我觉得有点压抑，就是说前1天呢才在呢第3次的，就是说这个围岛的军演，可是习近平的讲话几乎没有琢磨在军事的部分，他谈的都是文化跟宗教，而宗教的这一块。
他除了把所有的两岸之间的交流的调门呢，从两岸压低到所谓的小两岸，就是福建呢跟台湾，他在告诉你，未来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对口呢就是福建，就是呢闽台融合示范区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第二个就是他在谈的宗教概念的时候，是接下去两岸关系很敏感的一部分，也是台独最难处理的部分。台独可以否定历史。台独呢，不管你要谈113年呢，或者是从1949年之后谈台湾，你也可以呢否定，你可以否定许多的东西。可是宗教的敏感度非常高。民进党在碰到这一块的时候呢，赖清德不久之前对两岸的道教的交流呢，都还意在言外说呢，去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被统战了。也就是说，宗教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切割的时候呢，对于台湾呢，在讲台独人来讲，心里面呢都很不踏实。而今天的习近平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管的是在呢泉州或者是漳州，他所谈的，不管是告诉你关圣帝君的故事、泉州妈祖的故事，那都是在最后对台湾呢动之以情。习近平我还是强调，就台湾方面来讲，两岸之间呢，因为有统独的问题，彼此之间的对应的气氛不会好。可是台湾起码要基本上认识，习近平很可能现在大陆最强大的鸽派。就是他的立场会决定两岸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政治歧见。当鸽派在位置上面的时候呢，应该把握契机。习近平之后不会再有这种鸽派了。毕竟目前在对岸他们的民间的情绪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在联合利剑 B 在发生的同时，你再看看微博那边的言论，那你再回过来对比一下台湾这边的状态。其实呢，我们也必须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呢，台湾这边也是两种不同的。就是我们政府方面呢，这个是海基会我们的副董事长，那罗文嘉呢，他那个时候是来到了大邱岛，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当时的一个军事的地点。然后呢，他说这边有好多的梅花鹿他希望呢赠送一对这个和平平给对岸，这个释出了善意。但与此同时呢，其实两岸之间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和平平来就？艺人的这一块，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说演艺文化这些文化交流宗教交流我们必须要把它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现在好像很难。来，第一个呢是吴康仁现在呢国台办帮他定调了，说呢是认同一中就会加大支持。而另一个部分是什么？另一个部分是他们在内部的情绪上面，其实呢就连对岸很多人呢也是没有办法来接受吴康仁，然后甚至呢现在还有人说，他之前呢其实就是有支持过太阳花，没有办法。认为他的认同上面是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所写的那样，甚至呢一开始的时候还说他那个时候在那边的签约只有3个月，就是试用期，不知道能不能够熬得过等等等。不过最近一个表态的是谁？欧阳娜娜、张韶涵。那个时候呢是联合利剑 B 的军演，那他们发文了。支持大陆军演，用词呢其实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跟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最新的一个回应是陆委会说，这个叫做为个人私利沦为统战棋子。政府方面，一个比较温和，比较鸽派；一个呢，感觉就是很直接的想要来这个东西定调。我想请教一下林涛，你怎么看？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艺人这样一直这样每一天都要配合两岸的这种政治的环境，然后搞得非常不舒适。之前大家记得网军骂最凶的不是吴康仁是萧敬腾。萧敬腾最近办婚礼。然后大家说，谁谁谁在他的婚礼那个唱歌，然后又很高兴。就到底你对艺人的标准是什么？那艺人每一天都要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吴康仁现在说真的，他跟这个经纪公司签约，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再活下来，所以他也很焦虑。所以我觉得变成就是说，最受害的是真正出自于台湾的这些艺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的官员也不要去每一次都拿这些艺人开刀。现在一个重点是什么？一个重点是对台湾民众来讲会觉得，你不是刚军演嘛？你如果对我们释出善意，不是口中讲的，而是这些军演，你把台湾围起来，台湾人民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在整个文攻武吓的过程中，
那你的对于台湾的经济利益 ECFA 的找冲清单，现在如果加计最新的这个 ECFA 的中断，已经高达80%的找冲清单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呢，你在散发出这种善意的过程中，其实台湾民众还是很期待有一些更实质的，因为两岸的和平、两岸的稳定是大家期待的。而且我非常认同刚才湘龙哥提到的，习近平绝对是最了解台湾政策的人，因为他以前在福建啊。我常常听说啦，就是以前那种故事嘛，说他很多东西从马祖、从金门，他喜欢吃金门跟马祖的东西，喜欢喝金门跟马祖的酒，对不对？那所以他应该是最了解，就是说最希望整个台海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呢，他在走这趟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在接下来2个月的政策，能够让台湾民众感觉到实质的善意，会是比较好的结果。好，亮君。我觉得现在当然大家都一直在讲说这个艺人现在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讲这个也不是，讲那个也不是但是其实你来看台湾政府并没有逼迫我们台湾任何一个艺人针对国家认同要做出任何的表态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艺人这个他们要寻求演艺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很辛苦，因为看到说有些艺人他要到中国去发展，那他必须要发表这样子的言论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由衷的，但是问题是可以看到说，确实国台办也直接讲啊，就讲说，吴康仁的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大力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你如果是认同我的话，我就会大力支持；我不认同你，我就要打压你嘛？这在民主自由国家其实不会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当然中国一直不断以这样子文攻武吓，甚至是以这个政治以外的，包含说以演艺人员试图说让台湾人民去知道说，你看现在呢，只要跟这个中国站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大家可以有钱赚等等。可是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其实也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呢，近期其实当然也对于未来中共会不会对台湾来进一步的武力攻击有做出评估。那他们也有一份民调提到说，如果呢中共武力犯台的话，那这份民调呢有将近67.8%的受访者愿意或者是非常愿意来为台湾而战了所以我认为大家目前在这片土地上面，我们每天受到共机共建的扰台，虽然在其他外国媒体可能会觉得说，台湾人怎么感觉好像日常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可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些对国家防卫的心态，其实还是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啦。所以，既然这个在台湾的国内还是有这么多人，我们是希望对外还是一致的状态底下，其实在对内大家还是应该要一起团结。那对于中国的这种恫吓的行为，其实还是要予以检责。好，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啦，就是呢，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在家门口了，而且一次一次越来越近，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些更多的动作，所以就有人在讲了，人家不开第一枪，或者是人家在某些层面上面，当他释出了一些相对的善意的时候，台湾会如何来回应？同样是强硬回应吗？还是同样是认为说，只要是拜关公，这个都叫做中华文化，这个都是对岸的？黑神话，我今天听到的是国安局长，他讲说，黑神话是我们台湾做不出来，这不是统战，什么是统战？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论调的话，台湾可能要开始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认为那个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怎么样认为那个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是谁在认知作战？先进广告。好，台湾呢很多事情都跟国安会有关系，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真的跟国安有关系。能源问题，因为呢，当我们一直在问政府说会缺电，政府告诉我们不会缺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说。经济部长认了，光电目标呢，连6年其实都是跳票了。本来说呢，这个2025会达到20 GW， 现在已经延到了2026的年底。同时啦。那个时候呢，他在了这个智库里面发表了一个我们要去菲律宾种电的言论。昨天已经先在立法院里面翻盘了，说拍谁我忘记自己不是董事长，说话不够精准，要谨言慎行。但是这一件事情呢，现在最新行政院的回应是，仍然需要来可行性做评估。国安单位说，如果真的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来了解这个是国安问题，到底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狂想，还是这里面其实他提到了很多关键字，包括 AIT 帮忙找地，包括这里面要做光线的这个电缆啊，其实调电不会太多，还是说这个电厂台湾其实不想要盖电厂，我们干脆盖到菲律宾去，里面牵扯的其实都是钱呐。
这个说法一讲出来，马上被群众哗然，而且大家觉得说莫名其妙、匪夷所思。我昨天把握外交国防委员会国安局长来，我就先请教他，我说电力是国力，电是战略物资，那请教经济部长来讲这个比较异想天开的，到菲律宾种电有没有跟国安单位来讨论过？国安单位承认说没有。那我们又问说，如果说真的你把我们的发电的一个命脉交到别的国家手上，我们会不会有国安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下，国安问题。今天菲律宾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今天菲律宾的这个领导人时而亲中，时而亲美，我们不知道说他的一个政治意识倾向跟理念有没有跟我们的国家那么的接近的时候，你突然间说我要把电厂放在那边，而且以郭部长的讲法来讲是说，不一定台电要自己盖电厂，是厂商去那边盖了电厂之后，台电可以跟厂商来买电。哇，那样更严重，就是说代表你是不是已经有人有没有什么绿油油，有没有什么厂商已经了解了，先偷跑了？那我们一查，有委员马上就踢爆了嘛。6月的时候，有云豹科技就已经讲是说，他宣布插旗在菲律宾种绿电。所以，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想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很稠密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阴谋，不得而知。但更重要是怎么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呢？而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脑海里面已经动到是说啊，我们要到别的国家、别人的土地上面去盖电厂来做种电的话，那不就代表一件事吗？我们的电根本不够嘛。因为中华民国民进党政府主政下的能源政策就是如此的僵化，所以我们的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希望火力全开。即便是现在2025年的规划，80%都是火力发电，30%的燃煤，50%的燃气，而20%的再生能源还没有办法做到的情况下，火力发电全开。可是我们又有一个目标叫做2050净零碳排，我们又希望逐年把碳排给降低，所以我们只能东拼西凑，东凑西凑，到最后这边是一个海外种电那么荒谬的一个想法。但最后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提到，这是昨天经济委员会经济部给的资料。我昨天真的没有咨询到这一点，但是我越想越不对，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被突出来。什么？他2025 20、30、50的能源非核家园目标已经跳票了，因为20%的再生能源做不到哦。可是昨天经济部给我们的一个数据是说，他现在另外一个目标叫做2030，一样是20、30、50，50燃气不变，20变成蓝煤，少了10%，而再生能源从20要变30。这么厉害？对，那我们就更想要问的一件事情，你的30%从20变30%，你现在说你没有办法做到，要变2026年才有办法，可能20%。那2030年你的增加再生能源的路径怎么做？你总不可能告诉我们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然后突然2030一到，啪一声就变出来了嘛？那会不会是菲律宾种电这件事情真的有被评估过，所以它才有可能短时间突然间往上增加？那如果现在没有所谓的海外种电、菲律宾种电的话，你告诉我你的再生能源的路径、你的方法、你的目标要怎么做到？我觉得这才是实事求是，也是民进党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我知道昨天那个黄国昌委员也有看到类似的报告，气到直接摔倒，说他这怎么办到的？这样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数学怎么能够这么强啊，算得出这一些事情。那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跟菲律宾有关的话，那不对啊，那你也要开始，比如说评估，你说行政院下来说还要评估嘛，评估盖海缆，然后呢到2030，现在才剩几年的时间，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好，现在经济部3点声明啦，你们一直说云豹，我们真的没有要买云豹的绿电，甚至郭智慧他讲法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要去菲律宾了，要去吗？我要投审会我那边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审？那所以呢，就让国民党说，是不是干脆回去当董事长了啦？因为呢，其实郭智慧现在连民进党都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在状况外，他讲的其实是另一个啦，就是新四轻石化厂，那是蔡英文卸任的时候呢，才刚刚给了钱的。那现在说呢，好像也要挪到菲律宾，一切都是什么吕宋经济走廊？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兰姐，为什么我们要跟美国跟日本就是放在一块儿？我们到底跟他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现在搞得有点复杂，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单纯了。我觉得首先就是民进党说这个郭智慧在状况外，我觉得民进党其实没有这个资格去批评他们的这个经济部长郭智慧，因为现在郭智慧之所以讲话呢，前言不对后语，经常翻来覆去，都是因为民进党本身这个能源政策是意识形态作祟嘛。所以你如果说让他回到一开始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站在产业的角度，他是支持核能的，他觉得这个才是开大门走大路，对他们来说成本也好，对他们需要的这个干净能源也好，都是真正目前他们产业真正所在意的。那问题是民进党不愿意让他这样做，所以他开始从那个时候之后开始，他讲话就没有真正对过，你知道吗？就咔咔咔咔的，然后呢，老师要不断的修正，也很奇怪。对，我真的觉得，坦白说啦，我是蛮同情他，我觉得他做不久，我真的觉得，因为在他不是一个真正符合自己的内心跟理念，你要他说话，他就是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说话，所以看起来总是要不断的修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他真正上位的思考是他们这个能源政策意识形态的思考，大家不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底下任何一个人当经济部长都不可能做好。好，那接下来就要讲说他今天谈这个话本身是不是真正的思虑不周，是不是真的不够谨慎，是不是嘴太快？我不认为，我觉得他某个程度我认为他说谎。这个说谎，我不知道云豹这个部分是不是他说谎，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至少在刚才呢，这个燕颖问到的，就有关于他这个相关的在跟菲律宾的合作当中，你会看到他这个事实上在6月份更早以前，就6月份、7月份就已经有在讨论的。他这个事实上是在一个郭智慧在一个印太战略智库的成立酒会当中说到的。那显然听起来不止在酒会当中说到，这个之前实际上是有讨论的。然后他看起来是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因为要去因应美国跟日本共同是跟菲律宾要共同推动的吕宋经济走廊。那我们看起来显然的是受到美国的召唤，要共同的去参与，共襄盛举。如果就过去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被美国呢要求买单，就很多事情包括说，当然啦，可能在过程当中，印太战略里面，菲律宾有在帮我们的，这个日本有在帮我们的，因为我们碍于整个的国际局势的关系，美国没有办法直接在台湾驻军，美国没有办法直接承认台湾，所以很多部分的布局都要靠日本、靠菲律宾来完成。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投桃报李。其实就整个逻辑来看，你看美国对我们很多的要求都是这个样子嘛。那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投桃报李的一部分呢？所以因为当菲律宾一开始是很抗拒提供那么多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对，他觉得关我什么事情？但不像安倍先前还觉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其实安倍是蛮积极的，把台湾把美国拉进他整个的印太战略当中。但菲律宾不是啊，菲律宾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某个程度你要他提供那么多的军事的这个基地，然后也因此目前看起来他跟这种中国的关系很紧张啊，动不动什么一下子黄岩岛啦，一下什么岛啦，就是目前出现一些差状。对他来说，当你需要他在战略上、军事上付出那么多的政治上的代价的时候，当然他自己本身有一些政治利益啦啊，但是对马可驰来说，但是你要不要有些部分要有所表示？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台湾在经济上面来说，是不是就被要求了必须要有所参与、有所表示？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问号，因为你去听郭智慧在谈这个事情，没有说随便讲。他昨天在立法院说我是一时口快啦，我没有思虑不周。你思虑不周，连什么经济廊道啦、什么共同都讲出来了，这个叫思虑不周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疑问。好，那第二个，就算说你思虑不周或者他说谎好了，这个背后的逻辑也真的是很不应该的地方在于说，它并不符合我们的战略，我们的战略利益。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你的成本本身，事实上真的可以如他所说的你去菲律宾种电种完之后回卖回来，这个利润比较便宜吗？你去问所有的业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你说是比较便宜的。你又要盖海底电缆，你又要用这个什么船来接驳等等，这都不用算进去吗？所以第一个，它会比较便宜吗？那第二个更不用讲，它安全吗？我们才刚刚经历过围台军演。如果他随便一个封锁的时候，我们在谈到有关于台湾的能源配比的时候，就讲到说有关于天然气。刚才孟凯讲了很多，说有关于绿能达不达标，你还要问的就是说，天然气本身在50%，哪一个真正电力稳定的国家，天然气会占比那么高的？坦白讲，我觉得在郭智慧这个谈话里面，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其实不打算用核能。蛮白的，就是他现在还会说我们看看这个如果核废料可以处理的话，什么什么的，就一大堆弹书。但很明白的，他已经想到了去其他国家种电了。只是问题，你要种电，你运得回来吗？你运回来够便宜吗？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是我们现在面对2025、2026、2030可以达到的目标吗？
所以我觉得，当你尚未思考错的时候，真的就像扣错一个纽扣一样，底下不可能对的啦。所以你今天要郭智慧讲一个什么样的对的话，然后呢说一些让大家觉得相信的话，那业界会鼓掌的话，不可能嘛。所以我真的不晓得郭智慧要怎么去收尾。半年之内他提得出来这个相关的计划跟报告嘛，我觉得除非他昧贼良心。请快一下王慧姐。我想这个郭智慧他的状况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政治sense还在状况外。所以我对于他这段时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谈话，我认为是确有其事了。那刚刚蓝轩有特别提到，他就是在那个论坛上面，我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到菲律宾种电这件事情 promote 给台湾的企业，把台湾的企业可以带到那边去做这件事情。就这么巧，云豹就先去了。所以呢，郭智慧之外，还有更有人了解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我想在台湾，我们现在讨论这么多的一个能源政策里面，大家也看到哈，就是说赖清德他就不要了这个蔡英文的光电嘛，看起来还在持续推进啊。刚刚孟凯提到哈，20提到30这件事情，我昨天因为有听他们那一场整场的全部的这个质询，我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委员特别问他这件事情？20的六嘎底下陪串啊，怎么会突然说他有要到30？那他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哈，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啦，现在在这个光电部，我觉得是两手哈，因为他这个尤其在台南，我们可能等一下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个光电案的弊案都还在发生当中，也没有查到非常的彻底。可是，一方面呢，他又希望呢，他这个核的部分呢，他又要跟不要这边扭扭捏捏，然后要有一些这个出境跟入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到现在其实就真的是蛮乱的套啊。这里面因为这个代表出来讲的叫做郭智慧部长，我觉得他还没有抓到那个美感，买起对几边爱供啊，对几边没当供这样子，所以在不同的委员质询的时候，他就呈现有一点慌乱，但是那是内心的慌乱。我觉得他的董事长本质还是表现得蛮好的，因为看大部分的委员问他，他不太会暴怒，他也不太会有太多的情绪，他就很像董事长在回答问题一样而已，回答股东问题。但是问题是他 keyword 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说，这些 keyword 拼起来很奇怪，因为你会觉得能源 OK 好，我们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后面代表的是什么？跟钱有关系啊。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